其实现在美国媒体也认识到了，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真的能够长期有效的维持吗？你像印度啊，到今天还是拒绝点名批评俄罗斯啊。当然，美国对印度的压力啊，对印度这种施压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应当说呢，美国还会要继续的通过制裁这个方式啊，加大对于俄罗斯这种压制和孤立啊，包括在 G20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当中去孤立俄罗斯。我觉得这也会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比如说像沙特啊等等。同时呢，美国官员现在还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啊这些机构呢进行改革啊，进一步的去这个压制俄罗斯和孤立俄罗斯。我觉得这些做法可能都会引起一些国家的这种不满啊和一些国家的这种反对，是吧？100%的把这个所谓他们想象的漏洞都给堵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短期内要把俄罗斯打趴下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8年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这一次战事中间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结果，可以看得出来。西方国家这一次的这样一种对俄罗斯的这种敌视的态度啊，比2014年的时候更加的这个极端。在这种背景下呢，应该说制裁如果长期进行下去，那么确实会对俄罗斯整个的发展，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和非常大的冲击。尽管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对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对冲，但是这种对冲它的空间、它的亮度和它的这个力度啊，恐怕还不足以完全的让俄罗斯摆脱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如果美国高官要出现在乌克兰，会被俄罗斯视为一种挑衅吗？会更加激化局势吗？美国高官去基辅其实并不出人意料，我想呢，这样一种态势啊，美国、西方其他国家对于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力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乌克兰在战场上，包括对于谈判上的一些态度，不管是大的原则，还是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个会使得这个局势更加的错综复杂。但是，这也正反映了西方国家现在想要利用所谓的这种冲突，来进一步的弱化、削弱俄罗斯。所谓孤立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方向。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就对乌克兰供应武器一事，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出照会。俄方照会警告称，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行为是在加剧俄乌冲突，并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俄方有没有可能采取断然措施，冒彻底破局的风险，来阻止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江先生。俄方的这个态度，其实在开战以后啊，很早的时候就表示过。但是呢，这个坦率的说，俄方要实现它的这个目的，就是切断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风险。同时呢，也可能性相对而言啊，也应该说呢也比较小。先说风险，第一个呢是现在如果俄罗斯要想切断这个援助，毫无疑问必须要对现在的这个波兰这个通道来进行打击。那这一方面呢，应该说呢，他所冒的把北约拉入这个战场的这种危险呢，应该说是急剧的上升。北约在这方面的态度表明的非常的明显。考虑到目前战事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状况，再把北约拉下来，这个是不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俄罗斯也在极力的避免做，这是说这个风险。那么说可能性呢，是因为现在整个乌克兰，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整个地域还是相对比较宽广的，不管是与波兰的接壤这一块，还是与罗马尼亚接壤这一块，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乌克兰构筑起了一个所谓的依靠西方的一个战略后方。彻底的封堵掉这条路，以俄罗斯目前的这个能力来说，以及乌克兰目前的这个广阔的地域来说，恐怕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这也是为什么，开战以后，俄罗斯尽管非常清楚，西方在极力的去援助乌克兰，但是都没有采取更加极端的一个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
和欧洲国家在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问题上一直坚守着红线，那就是说不会亲自下场与俄罗斯产生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的确，这个俄罗斯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增加了这个双方发生冲突的这种风险。当然这个取决于如果一旦西方国家运送重型武器的这样的一个部队受到攻击的话，那么这个的确会可能引发擦枪走火。我们知道这种冲突的这种不可预料的前景，通常都是由于战略误判引发的。